澳大利亚多家媒体发文称，中国在所罗门群岛部署军事基地，其真实性有多大，具有怎样的重要战略地位？先说点真实的。3月24号，澳大利亚卫报发布了一篇标题为《中国与所罗门群岛敲定安全协议，要在太平洋部署军舰》的文章。随后不久，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也发布了关于中国在所罗门群岛的军事基地敲响警钟的新闻。文章内容显示，已经证实了所谓长期以来中国侵占所罗门群岛的担忧。澳大利亚内政部长凯伦·安德鲁斯也在24号的记者采访中被问及中国军队在所罗门群岛开展活动的可能性时，直截了当地说道：“就南太平洋地区而言，那是我们的后院，那是我们的邻居。我们非常关注南太平洋岛屿发生的任何活动。”澳大利亚多家媒体发文报道，内政高官亲自回应，看起来不像是通过捏造事实制造中国威胁言论，但是否有添油加醋的嫌疑，我们还得从源头看起。根据路透社3月24号的独家报道显示，所罗门岛屿群岛政府警务部门一名高级官员证实，所罗门群岛已经与中国签署了一项警务协议，并且还向所罗门群岛政府内阁提供了一份更为广泛的安全协议提案。深入了解后发现，透露这一消息的高级官员为所罗门群岛警察国家安全和惩教服务部门常务秘书凯伦·加洛卡莱。这也让这一消息的真实性得到了验证。在这一重磅消息传出后，网络上也展开了十分激烈的讨论。社交媒体上也流传着一份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的安全备忘录草案。草案内容涵盖中国警察、武警和军队在所罗门群岛协助维护社会秩序、救灾、保护中国人员和重大项目安全等方面。对此，加洛卡莱回应，所罗门群岛批准与中国安全合作协议的时间尚不确定，他也不会做任何武断的猜测。同时，加洛卡莱证实了这是一份更为广泛的安全合作协议，任何其他相关广泛安全的安排都将与澳大利亚的协议相同。就目前有限的消息，我们只知道中所准备签订一份更为广泛的安全合作协议，在已经签订的安全备忘录草案中也涵盖了中国武警、军队等重大项目安全内容。是否如澳大利亚媒体所说的，中国在所罗门群岛部署军事基地还不得而知，但澳大利亚的剧烈反应倒是让中国在所罗门群岛军事基地的可信度变高了。想必大家对所罗门群岛并没有过多的了解，我们先来讲一下所罗门群岛。打开地图，看到所罗门群岛的地理位置，就能够很好理解为什么澳大利亚会有这么大的反应了。所罗门群岛并不是一个岛的名称，而是一个国家，是位于南太平洋的一个岛国，位于太平洋西南部，属于美拉尼西亚群岛的范畴。值得注意的是，所罗门群岛西南地区距离澳大利亚只有1600公里，所罗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距离澳大利亚第3大城市布里斯班也只有2130公里。澳大利亚也一直将所罗门群岛看作自家的后花园，自家的后花园与中国签署安全合作协议，甚至部署军事基地。说实话，有点上世纪美苏古巴导弹危机的味道。所罗门群岛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其人类发展指数只有0.6左右，陆地面积只有2.84万平方公里。但却有超过990个岛屿，海洋专属经济区面积1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小，国内发达程度落后，这就导致了所罗门群岛内部的种族冲突不断升级。60万人口，但却有80余种方言，部落个数更是数不胜数。从2000年开始，所岛内部种族部落冲突开始加剧，武装政变爆发。马来喀因派力量和伊斯坦布自由运动打得不可开交，最后还是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推动介入下才平息了战火，签署停火协议。可想而知，这么一个内部混乱的小国家想要发展下去十分艰难，所以所岛政府一直在争取多边援助，澳大利亚是其最大的援助国。欧盟、日本、新西兰、英国等国家也对所岛进行过援助。这么一说，好像所罗门群岛应该是更加亲美的国家，毕竟援助国都是西方国家，澳大利亚和日本、英国更是美国的小弟。如今又怎么会与中国签署安全合作协议，甚至同意中国部署军事基地呢？事实上，在2019年之前，所罗门群岛确实与中国没啥交集，在没有与中国建交的同时，还与中国台湾存在外交关系，可以见得其国际立场。
索岛一直以来都十分重视与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传统友好国家的关系，同时也十分注重并积极发展同日本、欧盟、美国、古巴、以色列等国家的关系。在20世纪，索岛还是英国的殖民地，被英国殖民了85年之久，所以与英国的关系十分密切。什么索岛总督访英、英联邦秘书访索、索岛总督出席威廉王子婚礼、出席英国女王登基庆典，甚至英国威廉王子夫妇还在2012年访问过所罗门群岛，二者的关系可见一斑。但在2019年后，所罗门群岛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首先便是与台断交。2019年9月16号，所罗门群岛总理梅纳西·索加瓦雷召开内阁会议，决定中断与台湾的关系，与中国大陆建交。随后当天晚上，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宣布，台湾与所罗门群岛自即日起断交。5日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与所罗门群岛外长马内莱举行会谈。会谈后，中所两国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所罗门群岛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自公报签署之日起，两国相互承认并建立大师级外交关系。虽然事发比较突然，但所罗门群岛态度的转变早就有了迹象。在所罗门群岛还未与台湾断交之前，所罗门群岛总统索加瓦雷在一次接受澳大利亚外交智库的采访时，敞开心扉，说了很多心里话。因为索加瓦雷以为这次采访只是一次闭门的学术访谈，索加瓦雷说道：“从政治和经济上来讲，台湾对我们来说都已经没用了。”甚至索加瓦雷还举例，在2007年，他派出40名警察去台湾接受使用枪支武器方面的培训。这么一件小事儿，却引起了澳大利亚的不满，因为澳大利亚作为所罗门群岛最大的援助国，规定了索岛当地警察不得佩戴枪支，也不能接受枪支方面的训练。在索岛，只有澳大利亚领导的所罗门群岛区域援助项目的项目人员才能佩戴枪支。澳大利亚给出的理由是，这能够有效缓解当地的部族矛盾。台湾面对澳大利亚的不满，也就立即终止了索岛此次的赴台训练。这让作为索岛总统的索加瓦雷十分憋屈。在针对此事的采访中更是直言，如果当时澳大利亚面对的是中国才不理会对澳大利亚政府这种态度，中国很可能会让澳大利亚人滚蛋，并告诉他们这是一个主权国家与另一个主权国家的事情。如果我们和中国大陆签订军事协议，中国大陆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起一支军队，但是台湾不行。如今中国的强大已经让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了中国在国际中的影响力，所罗门群岛这次也算弃暗投明了。如果真如报道所说，中国一旦在索岛建立军事基地，那么将对澳大利亚甚至美国来说都是极大的威胁，毕竟中国的东风导弹可不是摆设。